信女祈求上苍保佑，愿夫君能早日凯旋，平安回来。小姐放心吧，萧将军可是大名鼎鼎的战神，还有小姐您这个一品夫人的辅佐，这仗定能大获全胜，马到功成。不要脸的疯婆子，连狗吃的东西你都抢，赶紧给我滚！你敢打我？放肆！本姑娘可是永安侯的夫人，未来的侯府主母。你们这群下贱胚子，都给本夫人滚开！叶芝芝，你一个夜视庶出、眼睛都看不见的瞎子，凭什么这辈子比我嫁得好？凭什么过得比我好？姐姐，当初是你舍不得侯府的富贵，执意要和我换嫁，如今的结果，只能算是咎由自取。你放屁！叶芝芝，你所得到的一切本该都是我的，我是叶家嫡女，我是叶家的掌上明珠。放开我家小姐，你个疯子！小姐，你醒啦！今儿要给小姐挑夫婿，小姐赶紧起吧。我没死，我居然回到了当初挑选夫婿的那天，我重生了。萧长恒，哼，叶浅浅，看来你也重生了。上辈子若不是我日夜陪练，帮他拆解气血内功，他如何能当上大将军？若不是我天生惧水，凭你叶浅浅，又怎么可能把我溺死？娘，我昨夜做梦。梦到那顾瘟疫以后会彻底落魄，这一定是神仙的指示。浅浅，娘自然信你，可突然要换亲，那个瞎子能愿意？永安侯府当初选的就是叶芝芝，他有什么不愿意的？可娘这心里还是担心，万一那个庶女不肯听话。这场亲事，我愿意换。好，你既然自己同意要换，那这事就这么定了。浅浅，你跟娘说实话，你那个梦当真万无一失？娘，绝对是真的，我求您了，快点把我嫁给萧长恒吧。罢了罢了，娘依你便是。待会儿就让你爹去办。叶芝芝，以后我就是高高在上的大将军夫人，而你只配去路边当个摇拨乞讨的臭乞丐。到时候我和长恒3年抱俩，日子蒸蒸日上。你就在侯府的废墟里哭死吧！3年抱俩，别开玩笑了。萧长恒他不举啊。那妹妹就在这里
祝姐姐未来顺意，3年抱俩。小姐，换亲肯定没好事儿，想必这个永安侯世子不是什么良人，就是可怜自己家的姑娘。是不是良人，我们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小姐，你确定咱们要爬上去？左下第3块，右上第2块，右上第4块，都因年久碎裂，可以。云灵，去把左下第3块，右上第2块，右上第4块拿出来，然后我们爬上去。左下第3块，右上第2块，右上第……找到了！哎，小姐好厉害，竟然敲一敲就能造个梯子出来。小姐，你别害怕，我在下面接着你。来，云灵。姑娘好身法，既有如此轻功，何必做一个爬墙贼呢？公子误会了，我只是不小心掉下来的，我马上就走。小姐，你没事吧？我就说别爬墙，咱们正大光明的进去多好。姑娘，你说我是带你去报官呢，还是报官呢？还是报官呢？敢问公子，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当然有了。姑娘芳名为何？日后我家若是丢了东西，总要有个地方找你。这个登徒子是谁？怎么离得如此近？要不然我直接将他打晕好了。你是谁？快来人啊！有人闯进侯府了！走，快跑！小姐，慢一点，你慢一点啊！你看不见，万一摔倒了可怎么办？慢不了，忽然的棍子慢不了。小姐，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能看见了？不然你怎么可能带我跑得这么快？这么多年的眼盲，让我的听力异于常人，不然恐怕早就死了。唉，最后还是没能见到那个小世子。不过小姐，听说他风流成性，日日沉迷于烟柳之地，小姐嫁过去，怕是要吃苦头啊。无妨，他的名声越差，我能拿到的就越多。胡闹，简直是胡闹！
这永安侯府的婚帖早就已经收了，如今你们又非要搞什么换嫁，我绝不同意。爹，女儿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嫁给那个永安侯世子。女儿这辈子就喜欢萧长恒一人，求爹爹成全。罢了罢了，芝芝啊，看来只能委屈你带你姐姐嫁入侯府了。爹，女儿带姐姐出嫁，倒是一点也不觉得受什么委屈。只是女儿毕竟只是一介庶女身份，倘若永安侯府日后发现新娘被换，怪罪下来，甚至向叶家问责，那又该怎么办？问什么责？我们叶家富可敌国，家底殷实，还轮得到他们来向我们问责？母亲说的是，叶家家底殷实，可这侯府可是真正的皇亲贵族，就连宫里的好几位娘娘都出自永安府。爹爹难道还不知道枕边风的威力吗？这……爹爹，女儿倒是有个万全的主意。既然姐姐不愿意嫁入侯府，那不如把叶家嫡女的位置转赐给我吧。叶芝芝，你放肆！嫡女的身份是我与生俱来的，你一个下贱的庶女瞎子，你凭什么抢我的身份？那你去嫁！叶浅浅啊，叶浅浅，你的好日子可到头了。行了，从今日起，将叶芝芝记在嫡母名下。从今往后，你们二人同为叶府嫡女。哎呦，这死丫头手劲可真大呀！世子的脖子都快断了。世子爷，你总算醒了，老爷正在大堂大发雷霆呢，让您立刻过去。知道了，催什么催？本世子这就过去。给爹娘请安，不知大清早叫孩儿来，有何贵干？混账东西，都快结婚了还没个正形。你的婚事已经定下来了，就是叶家的嫡女叶芝芝。我不娶，本世子心中已有良人，我死也不娶。反了你了！这婚事是早就定好的，你要是不娶，我们顾家就要成了全城的笑柄了。今天老子就把话撂这儿，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你们若是非要逼着本世子娶那个嫡女，那成婚后我就天天逛花楼养外史，我倒要看看，到时候我们顾家会不会成了全城的笑柄。逆子，逆子！我告诉你，这叶芝芝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要不然，就给我滚出侯府！文怡，听你爹的话，别气他了。行，我可以娶，但我娶回来后你们自己应付，我可没时间和他演戏。老爷，别生气了，他能答应去娶回来也算不错了。爹，既然换亲的事已定，那女儿这嫁妆是不是也要多给些？毕竟我要嫁的是侯府世子，这嫁妆要是比姐姐少了，外人还当是叶家看清了永安侯府呢。芝芝说的对，来人，给芝芝的嫁妆比浅浅多备上10坛。叶芝芝，你别得意，嫁进那个破落侯府，可不会有你的好日子过。娘，凭什么那个瞎子的嫁妆比我多？大婚当日，你不能让他比我先一步出门。乖女儿，娘都安排好了，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大婚那天，娘专门让人给他开一个小门，我倒要看看一个走小门出嫁的嫡女，
怎么成为全城的笑柄。二小姐，夫人交代了，您今日出嫁只能走侧边的小门。放肆！我家小姐嫁的是永安侯府世子，走小门岂不是被侯府铲相？有的人啊，以为抬了嫡女就能和我相提并论，笑话。云玲，别说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在小门等着。叶府嫡女叶浅浅出嫁。世子爷，不好了，叶家把二小姐赶去走侧边小门了。我即便不喜欢这个叶芝芝，但她好歹也是我侯府的脸面。既然你们叶家如此做事，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马上就要成为将军夫人了。我的夫人去哪儿了？世子爷，今日大婚撞期，叶浅浅是庶女，您去小门接吧。好，本世子今日来娶的，也是记在名下的嫡女。正门不给本世子夫人的轿子走，给谁走？顾世子，您是侯府贵贮，但也要讲规矩，是不是？都说士农工商，一个不入流的商贾之辈，也配和我谈规矩，也配让本世子的世子妃给你让路。世子爷莫生气，世子爷莫生气呀！爹娘，你们快替我撑腰啊！这个顾文义太过分了，他当众羞辱我，还用剑要杀我。狂妄，简直是狂妄至极！侯府世子面前，岂容你在这里丢人现眼，坏我叶家声誉！世子爷息怒，都是小女无知狂妄，草民这就去请二姑娘走正门。有点意思，不过和我的白衣小姐比起来，差远了。小姐慢些，让开，都给我让开！叶芝芝，你这个下贱的庶女，你得意什么？大小姐，今日是我家小姐大婚，你放肆！我放肆？叶家抬了她当嫡女又如何？她骨子里就是个没人要的瞎子。叶芝芝，你嫁过去，注定会变成摇脖乞讨的叫花子、臭乞丐。小姑娘，你若是这时候动了手，本世子可保不住。看我的！叶浅浅，你到底走不走？本公子回去还有事呢。哈哈哈哈！真是让本世子大开眼界。萧书生，你这新娘子还没进门呢，就急着当街给你行如此下跪大礼，看来是急不可耐呀！哈哈，真是笑死人了！当街下跪，还没过门就跪丈夫，叶家这嫡女真不知羞耻。叶浅浅，你还没进门就给我丢人现眼，马上给我滚起来！本世子跟你把话挑明，我心中早有良人，此番成婚只是权宜之计。待会儿回了侯府，本世子自会为你备足下半辈子吃穿不愁的盘缠。你拿了银子就走吧。听我一句劝，莫要再回叶家那个搓磨人的地方了，那里不是人待的。世子体恤，臣女明白。
上辈子没听说过他心里有喜欢的人啊，这剧本不对啊！这声音怎么如此耳熟啊？去，滚一边去！别挡着老子接儿媳妇下轿！好孩子，好孩子，快出来，让娘瞧瞧，咱们顾家可不讲那些虚礼。撤了，快把火盆给老子免了！我儿媳妇身子柔弱，这些繁文缛节一概免除。万一伤着她，老子砍了你的狗头！牛粪，恶心死了！小长河这到底是什么穷乡僻壤的鬼地方？哟，城里的娇小姐下凡了，赶紧进村拜堂，别磨蹭！放开我！你们这群下贱的刁民，别用脏手碰本姑娘！叫什么叫？进了我萧家的门，就得守我萧家的规矩。给我跨过去，跪下！大声点说，以后是不是老老实实为我萧家传宗接代？为了以后的好日子，老娘忍。是，媳妇儿以后定会老老实实为萧家传宗接代。哼，行了，这头也磕了，礼也成了，新娘子，赶紧把改口费给婆婆交出来吧。改口费？婆家不给新娘子下聘也就算了，哪有婆婆大婚当天当众向新娘子索要改口费的道理？叶浅浅，我娘拉扯我长大容易吗？让你拿2个银子孝敬怎么了？不给就是不孝。叶芝芝，这都是你害的，是你这个贱人霸占了我的荣华富贵，我把这笔账全算在你头上。你给我等着，等长恒日后成了战神，我要把你全家挫骨扬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慢着，你们让我娶，我娶回来了，剩下的事儿你们自己处理。这场阖家欢乐的大戏，您自己和您的好儿媳唱吧。逆子，你放肆！本世子心中早已有了良人，此生非她不娶。别说是个嫡女，就算是当朝公主，我也绝不妥协。这大喜的日子，小侯爷弄这么一出，侯府的面子可算是丢尽了。是啊，估计明天满大街都要传着顾文义混不练的骂名了。文义，这么多人在，别让你爹下不来台。有什么事儿，我们关上门自己说。本姑娘虽是商贾之女，却也宁愿孤独终老，也绝不与人分享夫婿。侯爷，夫人，既然强扭的瓜不甜，这婚我叶芝芝也不结了。好孩子，是我们顾家对不起你。闺女，为了侯府最后这点颜面，算我们老两口求你，今晚你们先一同在新房住下，明日一早我就送你走。好吧，全凭侯爷安排。叶芝芝，今日抱歉了，等明天你走时，我给你多备些盘缠。世子，臣女有一事不明，你口中的那位心上人到底是何模样？她呀，是个灵动可爱的奇女子，身法极快，古灵精怪，就是手劲儿有点大，差点没一巴掌把本世子拍死。灵动可爱，手劲儿有点大，看来顾温义真的已经心有所属了。也罢，全当没有缘分吧。既然世子心中执念如此，强求也是无用，不如我们做不成夫妻，便做个朋友吧。夜深了，一直蒙着怪闷的。世子，劳烦搭把手，帮我把盖头摘了吧。丑话说在前头，摘了可以，你日后可千万别赖上本世子。
是你！夜闯侯府把我砸晕的野丫头，竟然就是我百般嫌弃、拼死退婚的瞎子新娘！你就是那个……不，本世子认错人了。丢人丢大发了！我天天念叨的白月光，居然是我白天拼死嫌弃的叶家嫡女！世子爷，既然你心中另有所属，那就劳烦世子今晚去打地铺吧。哼，打地铺就打地铺，你以为本世子稀罕这床榻吗？疼死我了！叶浅浅，新婚之夜，你疯了不成？萧长恒，你到底行不行？你一个大男人，连洞房都……你简直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窝囊废！为什么前世他是百战百胜的战神，这一世却是个连男人都做不成的废物？叶芝芝，一定是因为你霸占了我的运势，我一定不会放过你！顾文逸，小姐，别喊了。刚才我去厨房，听管家说该去向公婆陈醒了。可世子大早上起来就神色匆忙，骑着马风风火火的离府了。神色匆忙，他定是急着离府，满城去搜寻他昨夜口中那位手劲极大的心上人了吧？罢了，反正我今日也要离开侯府。云灵，帮我开门。既然要走，我们也当顺道去向侯爷夫人做个正式的告别，不能丢了礼数。好孩子，快起来！昨夜那逆子是不是又给你气受了？侯爷夫人，芝芝今日来是向二位长辈辞行的。昨夜世子已对芝芝坦言，他心中早有所属。芝芝虽出身商贾，却也不愿做那棒打鸳鸯的恶人。混账！这个逆子，真是气死老子了！孩子，委屈你了。叶家那群黑心肝的畜生这么作践，我顾家若是再把你赶快火坑，还是人吗？孩子，今日我和侯爷宣布，顾温逸那个逆子不娶你，是他这辈子没福气。从今日起，我永安侯府正式认你叶芝芝为义女，是侯府名正言顺的嫡小姐。看以后全京城谁敢动你一根汗毛！世子爷，您今儿买这么多胭脂水粉、各色玉镯，全都是送给少夫人的？那是自然。本世子既然已经把她娶回了家，从今往后当然要加倍的好好对待她。世子爷，您瞧，这是朝廷刚贴出来的比武大会告示，只要夺得5状元，不仅能得加官进爵，圣上还会赏赐一瓶治百病、能让人重见光明的神药百花齐玉露呢。滚一边去！什么5状元神药的，本世子不稀罕。本世子现在满脑子只想着回家找媳妇，别烦我。芝芝一介孤女，承蒙侯爷与侯夫人抬爱，芝芝愿意认下2位长辈。小姐，改口茶来喽！爹娘，请喝茶。你们在干什么呢？温逸，你回来的正好，我和你爹实在是太喜欢芝芝了。刚才我们已经正式收她做了顾家的干女儿。什么？干女儿？天爷啊！我媳妇儿怎么就突然变成了我妹妹？不行！本世子坚决不同意，这干女儿绝对不能收！反了你了，逆子！老子
子想收谁做义女，还轮不到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在这里插嘴。再敢多说一个字，老子请家法抽死你！侯爷，夫人，是芝芝唐突了，芝芝不该破坏世子与家中的和气，我这就收拾东西离开。混账东西！你看看你干的好事，真是恣意妄为！现在立刻给老子滚出去，好生去给你妹妹道歉！要是哄不好你妹妹，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顾家的家门！什么妹妹？那明明是我娶回家的娘子！这天底下谁见过公婆瞒着儿子偷偷收自己儿媳妇当义女的？我看你是一大清早在胡言乱语。你昨天不还死活不结这门亲，甚至扬言要天天逛花楼吗？怎么现在突然又变成你放在心尖上的娘子了？哎呀，我喜欢她，她就是我对你们坦白过的那个手劲齐大，一巴掌差点没拍死我的心上人啊！爹，娘，她是我娘子，你们绝对不能收她当义女。唉，可惜你这逆子已经把芝芝得罪死了。除非什么呀？爹，你快说呀！我听说芝芝的眼睛并非天生，而是后天遭遇不测。若是你能将她的眼睛治好，说不定她能给你个机会。原来芝芝的眼睛并非先天吗？那得多疼啊！爹，你就说怎么能治好芝芝的眼睛？哪怕是上刀山下油沟，我都愿意。唉，想要治好她的眼，谈何容易！叶家那群黑心肝的东西极其小气恶毒，从小就不把她当人作践搓磨，从没好好给她医治过，以至于如今日积月累，落下了极难医治的重症眼疾。这眼疾极其难缠，如今天底下恐怕只有百花气玉露才有办法彻底根治了。滚一边去！该死！本世子真是一头无可救药的蠢猪！起来！快给我起来！萧长恒，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大清早的你发什么疯？这又是哪门子的鬼告示？朝廷要选拔武状元，你现在立刻给本小姐去比武大会报名，把武状元大将军的头衔给老娘拿回来！我不去！我一个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连1斗米都挑不起来，去考什么武状元？去白白送死吗？你懂什么？这武状元的头奖可是神药百花气玉露，那神药不仅能治百病，还能彻底治疗男人的不举之症。你胡说什么？可我根本就不会一点点的武功啊！怎么可能？上辈子他明明是百战百胜、手撕北狄的大将军啊！现在说自己不会武功，哼！萧长河，你一定是在防着本姑娘，故意对本姑娘藏尸。我不管你是真不会，还是在藏奸，今日这武状元你考也得考，不考也得考。你要是不去，本姑娘今日就跟你和离，让你萧家彻底断子绝孙。考什么武状元？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婆娘！老子还是在这个阴凉地方倒头大睡一觉再说。出枪一味求快而不稳，只会不进反退。你一个盲女，连看都看不见，竟然懂我顾家的枪法！枪走龙蛇，风声各异，不过是听出来的罢了。好娘子，你既有这般神技，便帮本世子拿到那武状元吧。世子高看我了，我只答应侯夫人在此处住上半席，而武状元考核在1月之后，时间不够，我教不了你。别啊，娘子，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好身法！这声音，这流氓语气，是他竟然
就是当初在侯府高墙上调戏我的那个邓公子。邓公子，放开我！你快给我放手！不放，除非你答应留下来教本世子练枪，否则今天本世子死活都不放手。好，我答应你。你先放我下来。但你必须与我约法3章。哪3章？娘子请讲。1不许迟到，2不许偷懒，3更不许抱我。手腕不许抖，马步要站稳。若是连这点重量都端不住，你就别想当那武状元了。是，娘子，本世子撑得住，绝不给娘子丢脸。云灵，再给世子的枪头上加重3斤铁环。啊，还加呀！娘子，本少爷的腿快断了。怎么，堂堂侯府世子就这点本事，这就泄气了？真泄气了！加！本少爷今天就是把这条腿战断，也绝不认输。娘子放心，今天本世子一定会拔得头筹。哟，这不是我那瞎子妹妹吗？大言不惭说什么拔得头魁，真是笑话！滚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小心本世子对你不客气。不客气。顾温夜，今天这考场上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我家萧长恒这1个月闭关苦练，他一定会成为顶天立地的武状元。娘子说的对，我定能得胜。武状元，真是不自量力。上辈子要不是我每天耳提面命，亲手逼着他摸爬滚打在风雪里练武，他怎么可能成武状元？叶浅浅，既然你这么急着把这个废物送上死路，那我们今天就拭目以待。肃静！朝廷比武大会青龙场第1场比赛正式开始，由永安侯世子顾温逸对阵萧长恒。规则有言：跌出擂台即为输。真是天助我也！夫君，上去打断他的腿。请。比武开始！叶芝芝，谁胜谁负还不一定呢。我家长恒这1个月的努力，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练武，今天一定会打败那个废物世子，把你狠狠踩在脚底下，是吗？那我就多谢姐姐提点了。天不亮就出门睡大觉吧。叶浅浅，你对萧长恒的无能真是一无所知。该死！你敢偷袭我，我杀了你！不可能，这绝不可能！萧长恒明明是武状元大将军，他怎么可能连个废物的一招都接不下？作弊！顾温逸当众作弊！无知妇道人家，竟敢在众目睽睽、百官在列的考场上胡闹！
来人，把这个疯婆子给我轰下去！真是笑死人了！输了就说人家作弊，就是，那萧长恒刚才使得跟个王八拳一样，自己不学无术，真是输不起。叶芝芝，是你，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你是不是也重生了？一定是你搞的鬼的，对不对？姐姐，你猜的没错，我确实重生了。萧长生之所以有今天，全是你们咎由自取。上辈子他能当大将军，全靠我日夜耳提面命的陪练。这一世没有了我的指点，他不过是个一无是处的烂泥废物。你这个贱人，是你害了我！我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我要打死你！疯婆子，当着本世子的面也敢动我娘子，你活腻歪了！来人，把这个当街寻衅滋事的疯妇给老子拖走！放开我！叶芝芝，你不能好死！放开我！肃静！朝廷比武大会最终决赛正式开始，由4方场地的第1名进行终极论斗，留在场上者获胜。这小子枪法太险恶，单打独斗谁也不是对手。兄弟们，先联手围攻他一人，把他轰下去。好，上！来得好，今天就让你们这群杂碎见识见识本世子的厉害。手腕不许抖，马步要站稳。给我滚下去！大圣武状元诞生，流畅者不欢迎。芝芝，我拿到了百花气玉露，快拿着，这样你的眼睛就能治好了。这既然是给我的，不是说要给你的心上人吗？芝芝，我的心上人，一直都是，从来都是你啊！快用吧，我想让你快点看到我。娘子，你的眼睛好了吗？能看到我吗？娘子，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这药不管用啊？没事儿，不管用我们再寻别的药就好了。夫君，我能看见你了。我媳妇儿看得见了，我媳妇儿看得见了。叶芝芝，你这个贱人，你凭什么夺走属于我的一切？我才是未来的将军夫人。好孩子，快让娘仔细瞧瞧，这双眼睛长得真漂亮，真是咱顾家祖上积德。爹娘，看见没有？是我赢回来的神药治好了娘子的眼睛。你们打算怎么赏我？没眼力见的东西，滚一边去！别用你那张大脸晃着芝芝。去，把桌上那盘栗子给老子剥了。芝芝，这是咱侯府掌管100年积蓄的府库钥匙和所有抵账，以后就全交给你了。还愣着干嘛？去，把后院的柴劈了，给芝芝做个秋千。
芝芝，以后我所有的私房钱都归你管，你就给我留5两，我买糖葫芦给你吃，好不好吗？5两，京城最贵的糖葫芦，买一串还3两呢。顾大世子倒是会算账。那我只能卖身抵债了。娘子打算什么时候收了本世子？这笔账目有异常，这调拨的物资去向竟然是渔王府。顾家，难道有人在偷偷和渔王联系？世子妃大驾光临，真让小店蓬荜生辉。您瞧瞧，这簪子可是100年难遇的和田好玉。掌柜客气了，我瞧着这成色确实不错。云灵，帮我包起来吧。后堂有厚重的兵器碰撞声，这绝不是普通的古玩店。我怎的这般不小心，给掌柜添麻烦了？世子妃莫动，小心扎了您的玉手！快给世子妃换新茶！小姐，这是私铸兵器，他们竟然私藏兵器。这是工部废弃的皇宫暗道旧图，渔王私铸兵器还不够，竟敢觊觎皇宫暗道，这图我得留着，将来或许有大用。世子妃，有些东西看了，可是会丢了项上人头的。芝芝，你吓死我了！以后长安带上我，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谁需要你保护？说，谁是你们的幕后指使？是禹王殿下，世子饶命啊！芝芝，禹王意图谋反。我这边将此事禀报陛下。现在证据不足，切勿打草惊蛇。手腕不许抖，马步要站稳，把这本兵书背完。前世你明明是大名鼎鼎的战神大将军。这一世你也必须给老娘当大官！我不行了，我不练了。疯子，这个女人绝对是个疯子，她根本不爱我，她只是想要一个当大官的傀儡。我根本不会武功，再这样下去，我迟早被她活活折磨死。练啊！你为什么连个石锁都举不起来？你是不是故意气我？这个鬼地方，我一刻也待不下去了。臭婆娘，少跟老子废话！今天必须替你男人还钱！放开我！你们这群下贱的刁民，知道我是谁吗？老子管你是谁！萧长衡欠了钱，不还钱，今天就扒了你的皮！放肆！萧长衡可是未来的大将军，我可是未来的将军夫人。叶芝芝，你的眼睛，你怎么可能看得见？这不可能！姐姐，这世上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善恶到头终有报，如今这般田地，不过是姐姐自作自受罢了。贱人，是你抢了我的一切，我要杀了你！哼！来人，把这群不长眼的狗东西给老子隔开！叶芝芝，我想起来了，3个月后，禹王就会起兵谋反。既然你逼得我走投无路，那大家都别想活！一品夫人，我是将军夫人。我算看透了，我根本就没有那下权势的命。
更不想在这换亲的闹剧里给这个疯婆娘当陪葬品。叶浅浅，当大官的美貌，你自己留着做去吧。老子这辈子宁可当个普通农夫，也绝不陪你发疯。高官厚禄，老子要不来，也无福消受。和离书，萧长河，你个窝囊废，居然敢休了我！没关系，跑了就跑了，我还有前世的记忆，我还有羽王。那些刻在我脑子里的皇宫暗道，就是我献给羽王殿下的投名状。叶芝芝、顾问义，你们给我等死吧！啊！启奏陛下，北狄大军突袭边境，玉门关口彻底告破。什么？玉门关破了？这可如何是好？老将军重病，如今朝中根本无将可用啊！陛下，微臣顾温义愿率顾家军出征北境，突破北狄，誓不还朝。芝芝，对不起，才成婚不久，我就让你替我担惊受怕。但我顾家世袭罔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边境百姓受难，我必须去。夫君，谁说我要在京城苦苦等你了？这一次，我陪你一起去。不行，战场刀剑无眼，若伤了你，我该如何是好？母亲已经亲手把顾家军调兵符令交给我了。顾大将军，带上我这个军曹。芝芝，娘把这软甲给你。战场凶险，文义，娘就交给你了。母亲放心，有芝芝在，定保夫君平安凯旋。芝芝，这漠北冷不冷？等打完胜仗，我带你去江南看大片大片的桃花，好不好？谁要跟你去看桃花？顾大将军还是先想想怎么破敌吧，少在这儿流里流气。哈哈哈哈！有娘子做军师，北狄杂碎，弹指可灭。不是巡逻队的声音，这马蹄声杂乱无章，有情况。夫君，快醒醒，有动静！怎么，有北狄大军夜袭寨门？巡逻队人呢？不是大军，是北狄派来的试探赤皮，一共3起，西北方向，距离我们还有5里。3个毛贼也敢摸到本将军眼皮底下？来人，立刻布下埋伏，把那3个小贼活戳了去！说，你们的主力部队究竟在哪儿？别打了！我家完颜烈大将正率领3万铁骑，直奔你们的粮草大营移动。哼，3万铁骑，世子爷，战场可不是妇道人家过家家的地方。你带个娇滴滴的娘子来当军师，可别吓哭了。张猛，给我闭嘴！西北方向3里外，呼啸的风声中，
夹杂着沉重的马蹄下线声，那是北狄的重装侦察兵，共15骑，正企图包抄我军粮道。张副将若是不信，可敢派人去劫？哼，去就去！要是敢拿军饷大计糊弄老子，看我怎么收拾你！传令兵，带人去包抄。报！启禀副将，西北方3里处果然生擒115骑北狄重装斥候，数量、位置分毫不差。夫人神计，末将佩服。我服的是你听风辨敌的本事，可不是服你是个女人。真到了两军厮杀、血流成河的时候，本将倒要看看你顶不顶得住。芝芝，快把脚放进来，我伺候你洗脚。别闹！你现在可是3军主帅，让人看见了成何体统？快起来！主帅怎么了？在军帐里，我只是你的夫君，别动，听话。在京城时，本世子连重话都舍不得对你说一句，到了这吃沙子的鬼地方，竟让你受这等罪。芝芝，待会儿泡热水要是疼了，你就狠狠咬我。前世，我毫无保留的日夜陪着萧长仲，可他到头来只当我是加官进爵的垫脚石，而眼前这个人，却把我的安危看得比天还要大。夫君，我不疼，有你在，一点都不疼。不对，帐篷外面有人在摸牌。夫君快看，这是禹王府特有的死尸暗记。该死的禹王，竟然早已在北境军中安插了眼线！来人，传本帅令，立刻彻查全军。不可，夫君，此人服毒自尽如此果断，说明军中还有更高级别的内应。若大张旗鼓彻查，只会打草惊蛇。那依娘子之见，该如何是好？总不能任由内鬼在眼皮底下作祟。那便设下一计，引蛇出洞。明早夫君在帐中故意泄露一份假情报，就说我军将于3日后深夜全面夜袭北狄左翼大营。哈，好一招将计就计！本将军明早便去演这出好戏。启禀将军夫人，今日北狄果然提前在左翼大营设下重兵埋伏。末将顺藤摸瓜，揪出了这个隐藏在军中的北狄奸细，正是末将的亲信副手李豹。末将治军不严，听信小人，险些害死3军将士，末将罪该万死，今日愿自刎谢罪。将军忠心耿耿，何必为小人赔命？此人借将军之名行事，险些记将军于不忠不义，将军应当留着性命，与我等共破强敌，将功折罪。末将古板，有眼不识泰山。从今往后，夫人但有吩咐，末将万死不辞。芝芝，这信上除了禹王勾结北狄的罪证，还写了什么？禹王觊觎暗道，必是图谋公平。回京后，我要做一件事。什么事？现在不能说，但夫君信我，这一局，我要让禹王有来无回。好，只要是娘子说的话，我都信。将军夫人，北狄大将完颜烈在落雁峡露出了破绽，这明显是天赐良机。对，末将也主张即刻出击，将他们合围全歼。
不可。诸位将军，这峡谷两侧风声沉闷，说明上方有重物遮挡，且回声延迟半息，必有伏兵。这仅凭风声回声，就能断定有埋伏？敌人深知夫君求胜心切，此乃骄兵之计，我们偏要缩头不出，消磨其锐气。该死！3天3夜了，那中原的武状元怎么跟个缩头王八一样，根本不上当！大将息怒，峡谷上方狂风割面，将士们连日蹲守，早已人困马乏，怨声载善了呀！传令下去，继续给老子守着！老子就不信他顾文义能一直按兵不动！北敌杂碎，爷爷在此，拿命来！顾将军神勇，顾将军万胜！哈哈，诸位将士，这一仗全是本将军的娘子运筹帷幄打胜的。顾文义，这么多人看着呢，快放我下来！红衣军师，红衣军师！说，完颜烈残部究竟逃往了何处？回夫人的话，我家大将逃往了葫芦谷，那里是北敌最后的据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娘子，你盯着这葫芦谷看了半个时辰了，是不是又在打什么对付北敌的鬼主意？谁打鬼主意了？正经打仗呢。这一仗，我要让北敌残部彻底有来无回。好，只要能灭了完颜烈，我全听娘子的。夫君，你看，此处地势极度稀洼，如今天降大雨，正是漠北的雨季。若上游大坝提前蓄水，两军苦战交兵之时，只需长枪杆断，截流锁链。水淹七军，娘子此计当真是神仙手段，杀人诛心啊！水好冷，救命！小姐，你的脸色太难看了，我们快离开这大坝吧。我不走，夫君在下面浴血奋战，我岂能临阵脱逃？时机已到，全军听令，砍断铁索，放水出闸。时机已到，全军听令，斩断锁链，放水出闸。得令，弟兄们，看！天亡我北敌，这根本不是人！中原竟然有能驱赶风雨的神人啊！快跑！支持！北夷残部彻底全家。你做到了，我的芝芝，你是这天底下最厉害、最英姿飒爽的奇女子。快看呐，顾大将军和红衣军师凯旋归来啦！这可是皇上御赐的最高殊荣啊！大开正门迎接。顾大将军，满城百官百姓都看着呢，你亲自为我牵马，不嫌丢人啊？快上去！我不上去，我今天偏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看看，能娶到你做娘子，是我顾文义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我愿意给你牵一辈子的马。
好，打得太痛快了，顾文义，你真不愧是朕亲选的武状元。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特封顾文义为护国大将军，一等勇毅侯。臣谢主隆恩。至于叶芝芝，听风辨敌，水淹七军，谋略旷古烁今，朕今日特封你为一品护国夫人。这次建军不败，可随时参与兵部沙盘演算之大权。臣叩谢陛下圣恩，大楚山河，臣必誓死捍卫。永安侯，你生了个好儿子，更娶了个天仙军师啊！大楚有此夫妇，江山永固。哈哈，各位尚书大人承让了，我儿媳妇可是全天下第一厉害的奇女子。那是自然，咱顾家以后全靠芝芝了。叶芝芝，你别得意的太早了，我手里还有最厚的底牌。禹王很快就会起兵谋反，等我把皇宫暗道图纸献过去，和禹王合作，我要把你们全家挫骨扬灰，让你们全部死无葬身之地。哟，这不是叶老爷吗？今儿个是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哎呀，老管家，快劳烦通报一声吧，我是芝芝的亲爹呀！我今日特地备了厚礼来恭贺我那宝贝闺女晋封的。亲爹，老奴记性不好，可还记得当初大小姐大婚当天，是谁逼着我家夫人只能走侧边不见光的小门的？当时您那正房嫡女不是还把我家夫人当成笑话吗？管家大人，那都是妇道人家的误会。我和芝芝是父女，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如今芝芝贵为一品夫人，我这做亲爹的上门，他总不能连亲生父亲都拒之门外吧？快让我进去吧。芝芝啊，我的乖女儿，如今你贵为一品护国夫人，真是让我们叶家光宗耀祖啊！叶大老爷，本夫人可担不起你这一声乖女。大婚当天，是谁逼着本夫人只能走不见光的小门？哎呀，那都是底下人办事不力，妇道人家的误会。芝芝，叶家终究是你的娘家。你看你哥哥如今在兵部任职，差事也一直没有其主。大将军在兵部尚书面前吹吹风，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你哥哥就能飞黄腾达。往后在朝中，叶家不也是你的靠山吗？让我给一个废物提醒，你们叶家也不配。靠山？叶成风，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当年徐氏指使大夫日日在我药中下毒，害我双目失明的买毒记录和铁证。当年徐氏下毒害我，你们全家冷眼旁观，任由我当个瞎子被作践。现在，你凭什么觉得我会认贼作父？本夫人的断亲书早已备好，从此你我二人再无关系。来人，这个不知廉耻的狗东西，给老子直接轰出去！再敢靠近，乱棍打死！肃静！一品护国夫人状告叶府徐氏故意投毒，蓄意谋害朝廷一品夫人一案。当年徐氏在医馆的买提手著与解毒对照，铁证如山。被告徐氏，你还有何话可说？我不服！叶芝芝，你这个小贱种！本夫人就是后悔当年被直接一碗药毒死你，让你这贱人今天来反咬我！毒妇，闭上你的臭嘴！大人，
草民这里有一封刚写好的休书，此等蛇蝎心肠的恶毒妇人，我叶家绝不姑息。今日便将她彻底休弃，生死与我叶家毫无瓜葛。毒妇，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害，简直是丧尽天良！活该！说得好，这种毒妇就应该判死刑，扔去喂狗。叛父徐氏手段残忍，谋害朝廷一品夫人，罪不容咎。依大圣律法，判处秋后问斩。叶家纵容行凶，罚没全部家产5成，退堂。叶芝芝，你害我母亲毁我叶家，你别得意的太早了。很快禹王殿下就会正式起兵谋反，等宫中暗道一开，禹王夺得皇位，叶芝芝，我要你和顾文义全家死无葬身之地。护国夫人，你边境凯旋不在府中好好休养，今日独身一人密信入宫见朕，究竟所谓何事？陛下，臣妇今日前来，有一件关乎大圣江山社稷的滔天逆案，要亲自呈递陛下。哦，高公公，带着所有人退下！没有朕的允旨，任何人不得擅进。此乃臣妇在京城聚宝斋以及漠北奸细身上亲手搜出来的铁证，上面详细记录了禹王殿下私铸兵器勾结北狄，甚至觊觎皇宫大内的谋反恶行。混账！这个畜生，朕待他不薄，竟然真的敢包藏祸心，图谋不轨！陛下请看，这是臣妇截获的工部废弃皇宫暗道旧图。禹王狼子野心，暗中搜索此图，必会借此暗道起兵，图谋攻变。暗道，这暗道连朕都进不圈，他竟然探明了路线，这可如何是好？陛下，臣妇有一不情之请，请让臣妇在暗中加固改建皇宫暗道，在原本的路线之上重新择设第2层防御陷阱。加固暗道，一个妇道人家如何懂得这工部的机关营造之术？陛下忘了，臣妇这双眼睛虽曾瞎了数年，但臣妇凭着这远超常人的听声辨位之术，对皇宫下方的回声结构早已了如指掌。臣妇愿亲自隐蔽督工设计。护国夫人，你可知道，皇宫暗道乃皇家绝密，此事若泄露半分，不仅打草惊蛇，更是抄家灭族的死罪，你承担得起吗？臣妇愿以性命担保，秘密行事，请陛下给臣妇1个月时间，臣妇定将这暗道变成禹王自掘的坟墓。好，朕准奏，即刻传工部尚书秘密配合，暗道改建一事交由你全权掌管。期间若有任何人敢泄露半分，斩！此处再加一道翻板，触动机关后时闸落下，可困住20人。夫人神算，这暗道原本只有一条直路通到底，如今被您这么一改，生生多出了3条岔路，5处机关。莫说是外人，便是老朽自己，夜里再走都怕要迷路哟。保留了前半段的原貌，只在后半段和夹层设局。禹王，你自以为暗图学机便能直取大内，却不知这暗道早已换了天地。叶浅浅，这一世我让你有来无回。娘被判了死刑，叶家家产被全部抄没。叶芝芝，是你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你害我一无所有，我要你拿命来还！好了，萧长衡那个窝囊废又如何？我还有前世的记忆。前世禹王殿下之所以谋反失败，就是因为准备不足。
只要我把前世的进攻时偶然发现的皇宫暗道路线图画出来，誉王就一定会收下我这投名状。叶芝之、顾问义，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本王的书房密室，岂是随便什么在街上摇脖乞讨的叫花子都能进来的？黑市县人带你来，你究竟是何人？民女叶浅浅，今日特来给王爷送一场泼天的富贵和这大圣天下那张至高无上的龙椅。哼，口出狂言！一个疯疯癫癫的商贾之女，也配在本王面前谈天下？来人，拖出去，给老子乱刀砍死！慢着，王爷且看这是何物？若是杀了民女，王爷3个月后的宫边大宴注定功败垂成。这是皇宫大内的暗路线图，连工部都遗失了100年，本王费尽心思都没拿到的东西，你手里怎么会有这个？民女自然有自己的手段，王爷只需知道此图是真的即可。王爷筹谋大业，若无此图，如何直取天子项上人头？民女愿助王爷一臂之力。那你想要什么？民女什么都不要，只要王爷事成登基之日，将叶芝之那个贱人和顾威全家挫骨扬灰，让我亲手挖了那个贱人的双眼。这图是真是假？本王还需亲自派死士去深宫暗中验证。若有半句虚意，本王不仅要让你死，还要剥了你的皮喂狗。你就先给本王老实待在这儿等着。启奏王爷，属下这3日按图索骥，暗中潜入那深宫暗道的前半段路线与机关，与叶姑娘所画的图纸完全重合，真实无误。好，哈哈，浅浅，你果真没让本王失望。若是此图后半段也是真，本王可许你一世荣华富贵。多谢王爷抬爱，民女祝王爷早日登基，万岁万岁万万岁！一个出卖家族、疯疯癫癫的商贾之女，本王怎么可能留你活到登基那天？叶芝，你以为这次清算叶家是赢了吗？笑话！这天下马上就要换主人了，到时候我要你和顾瘟疫全家彻底死无葬身之地。芝芝啊，多吃点，今儿是中秋，咱一家人总算能安安稳稳赏个月了。对对对，儿媳妇，快尝尝这特制的月饼，这可是咱顾家的一片心意。爹娘，你们别光顾着和芝芝说话呀，来看看我放的花灯，快帮我吹吹火。来了来了。不对，这马蹄声杂乱而沉重，完全不是往日城防巡逻的节奏。城防军在深夜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秘密调动，京城有耗子要磨牙了。芝芝，看来城中有些耗子，终于开始按耐不住要磨牙了，动作挺大。娘子，你怕不怕？夫君多虑了，有你这位百战百胜的护国大将军守在身侧，不过是区区几只跳梁耗子，随手一巴掌拍死便是了。你们小两口在那儿嘀咕什么呢？快过来吃水果。来啦！启奏将军夫人，这是刚刚截获的2份密报。其一，禹王府近日频繁与京城城堡守将暗中接触，且从昨日起，京城城防突然涌入了大量身份不明的人。第2份呢？快说！其二，禹王府近日连续数夜频繁派出死士夜探皇宫暗道入口，
他们似乎是在确认路线。频繁夜探路线，还接触了掌控城防的将领。哼，3日后便是陛下举行的西郊重阳围猎，这群乱臣宰子是想在围场对陛下动手。夫君，稍安勿躁，天机不可轻易泄露。他们想探，我们便放开了让他们探。他们探得越仔细，到时候在暗道里死的就越痛快。皇帝老儿万万想不到吧？本王今天会在他最引以为傲的西郊围场发动突袭。王爷放心，暗道路线已确认无误，今天就是王爷荣登大宝之日。全军听令，待信号一出，随本王直取皇帝老儿的项上人头。叶芝芝，你风光够了吧？我利用前世记忆算出昏君今日必走这条猎道，沿途早已埋伏了浸泡狂犬血的疯狼。就算你再聪明，也绝对想不到这畜生会从哪里窜出来。我要你今日死在那畜生的肚子里！有疯狼！护驾！快来人护驾！快拦住这畜生！朕的御林军都死哪儿去了？畜生，找死！枪去，给本将军死！护国夫人真乃神人也，若非夫人听风辨位，出手如神，朕今日危矣。陛下过誉，此乃臣妇分内之事，禹王包藏祸心，陛下需即刻提防。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他的听力怎么比前世当瞎子的时候还要恐怖？连疯狼都能当场震碎！该死！既然行迹败露，那便提前起兵，传本王令，调动9门城防军全面包围猎场，拿下狗皇天！昏君无道，本王今日顺天应人，清君侧，开门投降，可饶尔等不死，否则破城之时，鸡犬不留！完了，全完了！叛军数量远超行宫禁军，死路一条啊！叶芝芝，你这个下贱的庶女，给我滚出来，跪地求饶！今时今日，这大圣天下马上就要换主人了，顾文义那废物必死无疑！你现在滚出来磕头，我或许还能大发慈悲，留你一个全尸。留我全尸？叶浅浅，你和禹王既然这么迫不及待的，一脚踏进了本姑娘给你们设计的死局，那今天我就这让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哼，哪来的野鸡在外面乱叫，简直脏了本将军的耳朵！娘子，你且歇着，我去把他的舌头拔下来喂狗。夫君慢着，不必出去，你且听，地底下的暗道果然有人进去。什么？那群耗子当真摸进暗道了？哈哈，娘子此计甚妙，传本帅令，立刻按夫人的计划行事。快点跟上，这可是皇家暗道，能直通那昏君的寝宫刺杀。叶姑娘，若能成事，王爷少不了你的好处。那是自然，这大圣天下的主人今晚注定要换了。叶芝芝那个瞎子，就等着给顾文义收尸吧。姐姐，好久不见，我在此可等候多时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你怎么会站这里？叶浅浅，你自以为重生便能掌控一切，却不知
这条暗道，我早在1月前就重新向陛下请使改建，设下了这道死局。贱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阻拦我，我不信，给我冲上去杀了他！执迷不悟，放箭，一个活口都不留！叶芝芝，你这个贱人，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姐姐，这一世你输得不冤，因为你从来都不懂，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你那些偷来的残缺的记忆，而是靠这里绝对的谋略和这里不畏生死守护大圣百姓的人心。而你叶浅浅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罢了。这一次是你输了，来人，压下去，听候陛下发落。王爷，不好了！叶浅浅那疯婆娘给暗道路线是个死局，我军潜入的精锐死士在暗道里中了埋伏，已经全军覆没了。该死的疯女人，竟然敢害本王！如今暗道已逝，后路全无。传本王令，横竖是个死，今天随本王拼了，给老子踏平这座行宫！将军，正门快顶不住了，叛军攻势太猛，兄弟们死伤过半啊！慌什么？给本将军顶死！人在城在，谁敢后退半步，老子先一枪挑了他！兄弟们，看到上方的钟楼没有？夫人正在上面给我们指引，拼了，随本将军杀出去！正前偏北30步，回声厚重粘直，那是敌军的巨型工程撞车。旗手，传令，左翼投石机，10连发火球，给我狠狠的砸！突击听令，正前偏北30步，火球连续发射！正东50步，风声沉闷，有大便咧咧之声，那是反贼羽王的主将帅位所在。众弩手听令，调转方向，朝正东方向全面王射，给我万箭穿心！小姐，你太厉害了！敌人的第2辆装车也被砸散架了，我们守住了，行宫守住了。小姐，这是什么声音？难道是叛军源源不断的后援大军到了？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不对，这不是反贼的杂牌军，马蹄声沉重有力，整齐划一，那是漠北顾家军全速奔袭的精锐铁骑。我们的援军到了，羽王，你的死期到了，援军听令，反攻！顾家军精锐铁骑已至，逆贼已降，大将军万胜！顾文义，你们既然题材防备至此，本王败得不冤啊！羽王，你勾结北敌，意图弑君，每一条都是死罪。你以为你那些小动作能瞒过我们？本王算计天下，竟然输给了一个曾经的瞎眼庶女，当真是讽刺！乱臣贼子，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本将军的娘子！来人，将他绑了，押入天牢！顾文义，你别得意！本王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全家！带走，多听一个字都嫌脏了本将军的耳朵。叶芝芝，你以为你这次真的赢了吗？逆贼已除，清算已毕，姐姐，你已经没有任何底牌了，老老实实认命吧。认命？你这个低贱的庶女，你懂什么？你以为你赢了就能改变所有吗？放肆！将死之人，竟敢对夫人无礼！老实点，快走！放开我！叶芝芝，你赢不了的，该赢的是我，将军夫人也应该是我的。
我是将军夫人，我才是一品诰命夫人。我嫁的比那个瞎子庶女好100倍，我才是天命之女。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你们这群下贱的差役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重生的，我知道未来的一切。顾文义以后一定会落魄的，顾家满门都要万箭穿心！快放我出去！闭上你的臭嘴！你这个该死的疯婆子，老实点儿啊！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在这做白日梦呢！我没有做梦，顾文义是个纨绔废物，叶芝芝是个瞎子，他们凭什么享受荣华富贵？凭什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人家顾大将军刚刚平定禹王谋反，如今陛下已经准备下旨晋封他为护国公了，一门双公侯，权倾朝野。而你这个通谋造反的毒妇，过几天就得身首异处。呸！哼！将军，王府库房已全部查封完毕。您这是发现了什么？该死！这封密信上详细记录了朝中百官调兵的内应名册。禹王虽然服役，但这朝堂之中竟然还有数名位高权重的余党死死潜伏着。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群乱臣贼子，本将军一个都不会放过！立刻备马，我要与夫人联手彻查兵部推演。诸位大人。这次推演的粮草调度十分古怪。按大圣军律，漠北补给向来走东线，为何侍郎大人偏偏要将10万吨军粮死死扣在西路关卡？夫人明鉴，这不过是微臣一时疏忽，按兵法演练常规调配罢了，并无他意。常规调配？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本将军率领顾家军在漠北血战，正是你这个老匹夫暗中克扣粮草，险些害死我3军将士。王桥安插在兵部最大的余党，来人，给我死死拿下！大将军饶命！饶命啊！微臣冤枉啊！冤枉！陛下已下旨彻查此案，你这老贼，今日便是你的死期！芝芝，我的好闺女，我是爹呀，求求你救救爹，给爹一碗热饭吃吧！哪来的臭乞丐，也敢冲撞我夫人？来人，给本将军轰走！芝芝，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千错万错，都是叶浅浅和许氏那2个害人龟的错呀！如今许氏秋后问斩，叶浅浅打入死牢，他们都遭了报应。我是无辜的呀，我是你亲生父亲呀！哟，这不是以前高高在上的叶大老爷吗？当年把亲生闺女当瞎子作践，现在怎么有脸来认爹了？叶大老爷，你怕是记性不好。当年的断亲书白纸黑字，在顺天府衙门备案已久。本夫人如今天下皆知，无父无母，乃是孤身一人。善恶到头终有报，叶大老爷，请自重。芝芝，我是你亲爹啊，你不能这么狠心啊！救救我，救救我！来人，把这碍眼的臭乞丐给老子丢得远远的，休要脏了夫人的眼！得令，走开，别挡大将军的路！夫君，不必为他动怒，如今善恶已报，他和我再无瓜葛。好，依娘子所言，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你。咱们回府。大娘，您的2块嫩豆腐拿好嘞，一共2文钱，慢走啊。萧哥，你这豆腐做的是越来越地道了，明儿个俺还来买。好嘞，
明儿个一早准给您留最嫩的那块。你们听说了吗？京城前阵子生了天大的变故，那护国公夫妇当真是神仙下凡，在西郊猎场布下天罗地网，半日之内就将那意图谋反的禹王反贼彻底平定了。可不是嘛？那护国夫人听风辨位，水淹北狄，如今又平定叛乱，真是厉害啊！顾家更是一门双公侯，权倾朝野啊！听风辨位，红衣军师，什么战神功名，什么高官厚禄一品夫人，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荒唐大梦罢了。我本就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凡夫俗子，叶浅浅总想把我当成他拜官封侯的傀儡。如今能躲在这江南水乡，安安稳稳吃上一碗热饭，就已经是老天爷对我的莫大开恩了。换亲换亲，他们争来决去，到头来换的是命数，也是无脑的贪念。知足常乐啊。娘子，当当，快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天哪，这满山的桃树是从哪儿来的？半回在墨回系风沙里说想带你去江南看桃花，我怕你等不及去江南，在北境打仗时就暗中派人快马加鞭，将这些桃树全给移栽回京了。这山河太远，大局未定，那我顾温逸就先在京城送你一片专属于你的世外桃花源。芝芝，你可愿重新嫁我一次？上一次大婚，我不识得是你，差点你走了偏门，还说尽了混账话亏待你。这一回，我要用8抬大轿10里红妆，重新给你办一场全天下最盛大、最完美的婚礼。夫君，我愿意。启奏夫人，死牢刚刚传来确凿线报，罪犯叶浅浅在死牢里连续绝食数日，神志崩溃，已于今晨在死牢里彻底毙命。自作自受，他这一生终究是被自己那无穷无尽贪糖念给彻底毁了。前世他推我入水溺死，这一世不过是天道轮回罢了。小姐，你穿这身真好看。想当年在叶家，你受尽了那些黑心肝的折磨，如今总算是苦尽甘来了。是啊，前世一叶障目，受尽了无尽的苦楚与作践，而这一世，我终于等到了那个愿意为我掀开盖头、执手一生的良人。哇塞，娘子，你今天穿这身大红甲衣，简直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流氓，滚出去！大婚前新郎新娘不许见面，你少在这给我坏了规矩。好，我听娘子的。叶芝芝，从今往后，你就是我一辈子的妻子，你跑不掉了。娘子，我今日备下10里红妆，特来娶你进门了。夫君，久等了。出息的东西，磨磨唧唧的干什么？吉时已到，赶紧跟芝芝磕头成婚。哎呀，爹，当着陛下的面子，您轻点儿。媳妇儿，我这就磕头，我绝不磨蹭。李生不必拘礼，速速宣赞。大吉之日，新郎新娘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娘子，我今天终于堂堂正正的把你娶回家了。夫君，此生不负。礼成，送入洞房。娘子，你今天晚上简直美得像个仙女，我都快不会呼吸了。夫君，你堂堂3军主帅，在漠北沙场上面对几万大军，连斩北狄3员战将都不带眨一下眼的，此刻怎么怕成这副模样？
手抖什么？那能一样吗？战场上那是杀人，这是娶你，娶我放在心尖上好不容易得来的娘子，我1万个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好，让你委屈了。芝芝，这杯酒敬你，谢谢你，愿意留下来教我、信我、爱我。夫君敬你，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